为何妖元全都被吸走了？这。 波仔，是啊，季伯仔，一定是他干的，一定是季伯仔。废物！属下不知季伯仔竟通晓化妖术这等秘法，否则属下定会提防。江西君，果然不能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指望，穷山恶水。 产废物！绝地三尺，你给我把季伯仔找出来！公主先休息一会儿吧。寿华潘宫的尊者可绝不能是花架子，这庆云大会的任何细节，我都要牢记于心。公主真的长大了。 是输怕了。没有福泽，几星园莲花草都会比过去更黯淡无果。秀云，我时常会害怕。你说，母后留下来的福星花，会不会再次枯萎啊？公主放心吧，严仙君的法子到底是管用的。 之前这么多年，就算没有福泽，他也依旧开得好好的。各位，我们没日没夜的训练，而身为最重要的战客，季伯仔却连日不曾现身，置整个寿华叛宫于不顾。那我们还练什么？我们拼死拼活的又为了什么？就是啊，对啊，为什么？青云大会是团战，我们需要的领袖是能够统领大局的，而现在，像季伯仔这样的人。 被公主封为战客，奉若至宝，那我们还在乎什么？我们干脆都不要练了。孙辽说的对，季伯仔再不露面，就不配再当战客。是啊，他不来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练了。对啊，我们练什么呀？你们别这么说呀！公主，孙辽在寿华叛宫闹起来了。谁说没有季仙君就不用练了？季仙君是战客，但寿华叛宫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。 若是只靠他才能取胜，他不来就要输掉青云大会，那吉星渊也不算真正变强。大家说，谁说的对？谁说的对？司叛堂为何突然来我无归海？老身说得很清楚。 我家主上不在，外人皆不得擅入。无论今日来的是谁，都是这句话。
那在下只能对婆婆说声抱歉了。寒风君有令，妖兽出没事关吉星渊的安危，是以每户都要搜查是否有妖兽的踪迹。吉星渊无论洞府大小都已搜查完毕，就剩乌龟海了，总也不能特殊对待。司蟠堂不得不查。妈，住手！不能打！退下。没事吧？你们两个倒还挺护着我小命的啊。巡婆婆，这司徒仙君也说了，妖兽出没是大事，何况这是寒风君下的令，吉星院挨家挨户都要查的。我们若是执意不允许，岂不是拖了大人后腿？不行，主上不在，就更应该证明大人清白呀。司徒仙君，请。姐姐在乌龟海住在何处？这是私事儿。哦，这样啊。姐姐在乌龟海住在何处？那边。那季贤君住在何处？其实你不用那么小声。那季贤君住在何处？姐姐，你到底为何到这里来？是为了杀季伯宰吗？我也觉得他不配应你。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我是说我不是那个人，是说你说这话意思是对的。姐姐，你在这里过得好吗？司蟠堂不用关心这些吧？我不是以司蟠的身份问的。你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事，不能与我说。我就只要知道这个。你过得好不好？近日寒风君有令，我必须来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摆脱麻烦。喏，这是什么？寒风君命人特制的法器，据说能精准地捕捉到妖兽的气息。那后面就是灵犀井的方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。哎，那边不是季贤君的库房吗？在那边。乌龟海怎么可能会有妖兽？穆启柏是想借着查妖兽的幌子找黄粱梦吧？得找个借口把他们赶走。这库房里收藏的都是季贤君最珍贵的法器，必须避火避光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他回来我们都死定了。司徒仙君，这可不行，这什么都看不到啊！不行，都说了不能有火光。
姐姐，你怎么样？明丽，你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。但是仙君，这不行啊，这都有光啊。那就点火，点火！不行，这些法器都怕我，千万不能点火！我求你了，千万不能！司徒仙君，我给你照明。快跑啊！快走！季贤君的宝贝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说了，我们法器怕火，怕火，你非要点火啊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点的火？怎么就一身反骨呢？是不是故意的啊？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为什么把这都没了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季贤君较量？我跟你们拼了！啊！我们不生气了啊！这什么世道啊！这可是世上唯一能搜寻妖兽的法器，就这样烧没了。我这还是世上唯一一盏莲花灯啊！这是世上唯一一个金刚石像木杵，世上唯一一个回旋镖啊！你怎么赔啊？我怎么跟季贤君交代我呢？我什么都没了。明义仙子，此事是我司判堂不对，但你的伤不能不管。这样，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，让我替你疗伤如何？我帮你拿。这就是姐姐住的院子。司徒仙君有什么打算？今日之所以奉命前来，一是想看你过得怎么样，二是寒风君一直对你们别有用心。如果真的有什么目的的话，与其让别人动手，还不如我自己来。什么还不如你来呢？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们欺人太甚，你看我……司徒仙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在下奉寒风君之令，搜查极星渊附近可有妖兽的踪迹。司判要查，查便是了。点火烧了我家，算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此事是个意外，是在下不慎引发失火。不慎引发失火，不慎烧了我所有法器珍藏，以及不慎伤我家人。家人？家人。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盏莲花灯，世界上唯一一根金刚石降魔杵，以及这世界上唯一一枚单飞镖。司判大人，你打算怎么赔啊？单飞镖不回来了？大人，你闻着我是不是都熏入味儿了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
司徒仙君这是要对我的人做什么？无名无分怎么是你的人？他是你买来的吗？火元出10倍，你放了他。啊？哼，你做梦！放手！放手！他……姐姐，是我拉疼你了吗？没事儿。季贤君留步。失手烧了季贤君的家，万分抱歉，所有损失我都会赔偿。倒也不必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弄坏了库房。季贤君不高兴，要拿我出气，是应该的。哎呀，没事，姐姐。他看起来不太高兴，不会是怪我烧了他的库房吧？大人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司徒仙君说是奉命要搜查妖兽的踪迹，我想大人嘛，那肯定跟那妖兽是没关系的，而且我若执意阻拦的话，别人肯定会误会，我就让司徒仙君查了，谁知道那个法器竟对库房有感应，我就猜呀，这个妖兽就是个幌子，实际这个法器是要找别的东西，那我又不敢直接问大人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呢是在一条船上的，大人不在家，我就得替您守好乌龟海，是吧？为何要维护司徒岭？啊？你和司徒岭很熟吗？你们不会是想要里应外合吧？看我做什么？说话！哼，他居然气的是这个。我现在跟大人的关系到底是不一般呐，这要搁以前肯定要打要砍的怀疑我，这现在听起来倒更像是吃。大人就这么介意别的男人？要不然这样，大人，你把我娶了，跟我缔结心印。那别的男人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没句实话。大人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以前啊觉得能待在你身边就好了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贪了。我想做大人的妻子，做一个有情有义、有名有分的妻子。好不好？看来有戏。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血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朗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
10年了，你进步了很多，比我强了。盟主，如今万仙阵有缺，你去将它补好吧。遵命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大晚上的，跑到这问血崖上来练剑，就不怕闹出雪崩，淹了整座雍雪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走。你心里难过，连带着我这手环闪啊闪的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走！谢雪晨，被人看到脆弱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若想看，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。走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谢雪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？就因为你父亲说，修道者不能有情。当日在玉隐的贪欲牢笼，我看到了你小时候。你父亲认为，无情才不会偏私，才能成就大爱。我不敢说他一定错，但我认为，大道无情，修道却应该有情。如果一个人连小爱都不曾懂得，如果心里只剩荒芜和冷漠，那如何能明白世间万物存在的真正意义？又如何能做到爱及众生呢？只因为你天生识窍，亘古罕见，你父亲便将这视作你的宿命。但谢雪晨，其实没有人可以框定你的未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我是灵祖，我都有感情。你是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感情，就一定要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强行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谢雪晨，你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好。曾经我一直不愿听他的话，多有违逆，终是犯下大错，无法挽回。现如今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无情无爱，但原来他的要求我根本就做不到。问雪崖道别那日，我真的很想唤他一声父亲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我就是这般犹豫，这般怯懦。父亲想说的话，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。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，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从你出生起，我便用苍生宿命的责任束缚着你。为了逼你断情，甚至毁你所爱，断你羽翼，囚你于这方寸牢笼之中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有一日你会面对的困境。父亲也常常在想，是否是我太过由天自扰？也许断情并非唯一的方式，若没有我的强迫，你本该活得自由灿烂，海阔天空。父亲，断情去爱，说来轻松，但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是否也不该逼你？雪晨啊，父亲老了，终有今时，总有一日会离开。也许父亲的道也已经老旧了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去走你自己的道吧。父亲相信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责任，守护好你该守护的一切。雪晨，其实父亲也很怯懦。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。父亲很爱你，很爱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。今日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苍长老安排我住在弟子寝庐，回去晚了是要被记过的。明天就是盟主的丧仪，
你早些休息。男庄主，多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否则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你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？不用了，当年我父亲丧仪时，他也是这么远远的陪着，他与我心中都明白。是我忘了，男庄主也是经历过父亲离世的，听闻你父亲是被灵族所害，可有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吗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报的仇也报了。那就好。我送姑娘回锦庐吧。穆姑娘有多喜欢谢雪晨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只是在想，你为何那么喜欢他？或许你在更早以前就认识他。你的反应告诉我答案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他的眼神里会有怀念和悲伤，而不仅仅是喜欢和仰慕。穆姑娘的眼睛里藏着很多事情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男庄主太聪明了，我无所遁形。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为何不告诉他？原来是想告诉的，但渐渐又觉得，他心里的苦够多了。我与他的相识，于他而言，着实算不上愉快。大哥哥，他不需要记得，我欠他的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反应也告诉我答案了。虽然你的模样变了，可我还是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和眼神。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却记得你的脚上有一个锁灵环，而脸上有金色的纹印。那时我刚失三窍，父亲带我去明月山庄借混沌珠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同情，可唯独你看透了我。你知道我不需要被怜悯，你视我如常人，你向我承诺，我给你糖果，而你会给我一点点喜欢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是那个公子？说来惭愧，那不过是……所以你是打算食言了？你不愿兑现我那一点点喜欢？
才只是玩笑之语。南公子如今阴霾尽扫，万众瞩目，已经有许多人喜欢了，想必也不差我这一点吧。穆姑娘赖账的借口，说的倒是挺漂亮的。那算我欠你的好了，来日找机会一定还上。不过，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我相认呢？方才是你说的呀，有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穆姑娘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本在明月山庄，为何去了暗域？还有，你和雪尘之间有些秘密能说，有些秘密却分享不得。南庄主通透，应该能理解吧？无妨，走吧，故人。问血崖上的谢家人，要做这变化无常的世间唯一不变的旗帜。只要我们不曾改变，抬头望向问血崖的凡尘俗世，便也会流转不休。我赠你万仞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。万仞和玉令，皆代表信任。父亲相信，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。父亲，我会找到自己的道，不负你的期望。恭送盟主。恭送盟主。雍雪城屹立仙盟1000年，依靠的并非少数人之勇武，而是所有同门坚不可摧的剑行。虽风雪加身，诸般艰难险阻，亦能秉持问道之心，求登临绝顶之路，百死不悔。盟主生死，未来必定风雨飘摇，更需诸位以剑在斗，抵挡无悔。丧一毕，万事复始。
前路悠长，当一如既往，问道、问剑、问刑，铭记正气一句，不可轻者。